上一集我告訴你，電工呢其實有6條完全不一樣的路。影片發出去之後呢，我在 IG 裡面收到的最多的留言就是這一句話：方向我懂了，但是零基礎的我到底要怎麼進去？我懂，因為這才是真正卡住你的地方。方向是你想要去哪，但是呢，沒有人告訴你，像你這樣零經驗的人，第一步呢到底要踩在哪？你上網一查，有的人呢叫你去職訓，有的人呢叫你去當學徒，那有的人呢叫你去考證照。每個人呢講的都不一樣，你越查越亂，最後呢乾脆就不動了。我太懂那種感覺了，不是你不想動，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第一步到底該往哪裡踏。今天呢，我就幫你把這一團亂麻一次給剪乾淨。講完之後呢，你就會發現零基礎進入電工呢，其實就這3種方式。我呢把它壓縮成3個字：學、做、轉。記住這3個字呢，今天就沒有白看。先幫你打掉一個最常見也最害你選錯的誤會。大部分的人呢，一想到要怎麼進入電工，大概呢都會找到這3個詞：職訓、學徒、證照。然後呢就會開始糾結。但是啊，真正讓你糾結的，其實不是不知道要選哪一個，是因為這3個啊根本就不是同一種東西。你把它們排在一起比，當然会越比越亂。我用一個畫面讓你秒懂啊，這就像是有人問你，你要走路、搭捷運，還是要買一雙好鞋？你聽得出來哪裡怪怪的吧？走路搭捷運是你要怎麼過去，而買鞋呢是一個工具，它呢可以幫你走得舒服，但是它不會把你送到目的地。職訓、學徒、證照就是這樣。職訓呢是你學東西的其中一個地方，學徒是你邊做邊賺的一種上班方式，而證照呢是一張能力證明，而它只是一個工具，而不是入口。所以呢，正確的問法不是我要職訓，還是要學徒，還是要證照，而是呢我要用哪一種方式來起步。而起步的方式呢，其實就只有3種而已。進場之前呢，先把底子給練好，這個呢叫做學。先進去上班，在現場邊做邊學，這個叫做做。帶着你原本的本事呢，直接切入進來，這個呢叫做轉。接下來呢，我一個一個帶你看，並且會直接告訴你哪一種最適合現在的你。不過呢，在帶你看這3種方式之前呢，我要先把你最常見的擔心一次處理掉，因為真正卡住你的，常常不是你不知道路，而是這些心魔。第一個，我年紀是不是太大了？我老實告訴你，這一行啊，其實不看年紀，看的是肩膀。很多行業呢，年紀太大的就會被淘汰，但是在這一行呢，年紀代表的是穩定和責任感。而30-40歲才跨進來，做得比年輕人還出色的，我也看過一打。阻礙你的呢，從來都不是年齡，而是你敢不敢從零開始扛起這一條路。而第二個呢，我不是本科，沒有相關背景的話，是不是就沒有機會？而剛好相反，你等一下呢就會看到有一整條路，就是專門為那些有別的背景的人開的。第三個，我沒有錢先去上課，先準備，那要怎麼辦？沒有關係，又一條路呢是讓你先進去，先領錢，再邊做邊學的，先求活下去，先有現金流，這一點都不丟人。很多人呢就是這樣子起步的。你有沒有發現這3個擔心其實剛好對應到3種不同的起步方式？所以重點呢從來不是我能不能夠進，而是用哪一種方式進最適合現在的你。OK 嗎？好，那我們就一條一條來看。第一種，學。我們先學再進，用白話一點說呢，就是還沒有去上班之前呢，先把基本功給練起來。就像是游泳，有些人呢不敢直接下水，他會先在岸邊把換氣、划手都練熟，心裡有一個底了之後才敢下水。走學這條路的人呢，就是這種人。我舉一個你可能就是的例子，你現在呢有一份跟電完全無關的工作，下班之後呢還有一點時間，那你周末呢先去上個課，慢慢去考一張證照，先把底子給練起來。等到準備的差不多了之後呢，才去遞辭呈，正式的求職。這種穩紮穩打，先練好再上場的，就是最典型的學。那要去哪裡學呢？很多人呢會先想到政府的職訓班，但是其實不只有它，還有技職體系的相關科系、外面的民間課程，甚至你自己在家可以自學的證照學科、術科。剛剛有講過，證照只是工具，而不是入口。所以在這一條路上呢，它只是幫你打個底，順便多一張證明，而不是你考到了之後就自動會有相關的工作。那學的這一條路會適合誰呢？還記得剛剛那個心魔，我不確定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嗎？如果你是完全零基礎的一張白紙，你呢也還沒有把握自己到底會不會喜歡這一行，
想要先花一點時間確認，再決定要不要全押的，那先學對你來說就是最穩的。它最大的好處呢，就是你進場的那一天不會是空手，面試的時候你講得出東西，進去了呢也不會被師傅3兩句的就當場愣在那邊，心裡面踏實走得穩。這個呢就是學所帶給你的，但是它也有一個門檻，你要先想清楚。先學就代表你要先挪出一段時間，沒有在賺錢專心準備的時間，而且啊這段時間可能要好幾個月。如果你現在啊房租貸款都壓在身上，急着馬上就要有收入，那這一條路呢你必須要先算好你的口袋支撐不撐得住。而至於職訓班到底值不值得去，裡面呢實際教了些什麼，有沒有補助，我之後呢會再另外開一集整包專門講給你聽。今天呢先讓你知道有這條路就好。第二種做，先進去之後再學，用白話一點來說就是先進去上班，在現場邊做邊學。它呢跟學剛好相反，不在岸上練了，直接跳下水，一邊嗆水一邊學會游泳。講到這一條路呢，我一定要幫你打破一個超大的誤會。很多人一聽到先進再學，腦袋裡面大概就只有一個畫面，一個老師傅帶着一個小弟扛管拉線被電被罵。但是呢，我要先給你說清楚，先進再學不是只有當水電學徒而已，學徒啊只是其中一種而已。先進再學的入口啊其實有這樣一大堆：水電學徒、機電助理、設備技術員、維修助理、弱電安裝、電控助理、工程助理等等等等等，光是入口啊就有這麼多種。這代表什麼呢？代表就算你不想要走那種傳統的師徒制，不想要埋頭扛3年的管，你還是有一堆的方式可以先進場、先領錢，再慢慢學。那這一條路適合誰呢？還記得剛剛那個我沒有錢先準備的擔心嗎？這條路就是給你的。你需要收入，沒有本錢，停下來慢慢準備。你想要趕快摸到真實的現場，想要馬上就有實戰感，你也可以接受從最基礎最雜的事情開始做，那不要猶豫，就是這一條路了。它給你的最大的好處呢，就是2個字：領錢。你進去之後呢，就馬上有薪水，所以呢，你是邊賺邊學的，而且呢，你學到的每一樣都是現場真的會用到的，而不是課本上的死知識。這種東西啊，你學一次就忘不掉。我講一個現場的真實感給你，你剛進去的第1個月，可能只是幫忙遞工具，幫忙收個線，在旁邊看師傅怎麼下判斷，你甚至會懷疑自己根本是不是沒有在學東西。但是啊，其實你看的每一個動作，師傅每一次怎麼下判斷，都是別人坐在教室裡面花錢也看不到的東西。但是啊，它有一個很現實的地方，我不騙你，你學的好不好，非常吃你進的那一間公司，還有帶你的那個人。遇到願意教的，你3年的時間就可以抵人家的5年。但是啊，如果運氣不好，遇到那些只想要凹免費勞力的，你可能扛了2年的管，核心的東西還是一片空白。所以在這一條路呢，進哪一間，跟對誰，比其他什麼都還要重要。但到底要怎麼挑公司，怎麼看一個師傅值不值得跟，怎麼避開那些擺明就想要凹你的坑，這個太重要了。我們之後呢再單獨開一集，手把手的帶你。OK， 我們今天呢就先讓你知道這條路就好。第3種，轉。帶着你原本的本事呢切入進來，這條路呢其實是最多人忽略，但是呢它最適合已經工作過幾年的你。我先講我自己哦。我並不是本科的，我是文科出身。我之前呢，甚至做的是 PM。我剛想要踏進來的時候啊，身邊很多人都跟我說，像我這種背景的，在工程現場啊，根本就沒有用。說真的，那個時候呢，我也非常的害怕。可是真的進去之後呢，我才發現，我以前那些看起來沒有用的能力，到了現場之後呢，反而變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武器。因為現場最缺的啊，從來不是只會埋頭做的人，而是可以把事情給講清楚，可以排好順序，可以把各方各面都在一起的人。而溝通、整理、邏輯，正好就是我 PM 的那些年被磨練出來的。別人的技術比我強，但是很多人呢開不了口，或者在現場呢沒有辦法跟其他的工種串起來，而那一塊呢剛好就被我給補上。我進來的第1年呢，最大的體會就是這一行呢不只是會不會做而已，它更缺能不能夠把一件複雜的事情給講清楚，並且呢要帶着一群人做完的能力。你只要有一項別人沒有的軟實力，你在現場呢就會有你的位置。所以呢，我最想要跟正在想要轉行的你講一句話，就是不要看清你過去累積的東西。你不是全部砍掉了重練，你只是帶着行李換了一班車而已。我給你幾個最真實的對應，你可以自己對號入座。如果呢你是機械背景，維修過機台的，那你轉設備維護呢會非常的快。
因為它的底層邏輯啊根本就是一樣的。而如果你是做 IT 拉過網路的，那你轉弱電系統會很吃香，因為呢像監視器、門禁、布線這些呢你本來就很熟。那如果呢你是做行政啊、做 PM 的，那你轉工程助理、機電管理呢都非常的有機會，因為現場啊超缺會排程、會追進度的人。OK， 再來呢，如果你是待過工廠、做過製造的，那你轉廠務啊、設備也會有明顯的優勢，因為啊這些現場的規矩啊，其實你早就弄懂了。這也回到剛才的那個心魔，我不是本科，沒有背景。你看，沒有背景啊，不是什麼問題，你缺的只是把舊本事接到對的方向。那它有沒有壞處呢？有，而且啊，你要對自己很誠實，你得老實的盤點一句話：我原本會的，到底能夠接到哪一條路？如果你盤點對啦，你就是彎道超車；但是如果你盤點錯了，你會硬轉到一個根本就不適合你的方向，反而會更累。好，學、做、轉這3條路線呢，我都把它講完了。你可能會問，那我到底該選哪一個？我給你一個最簡單的判斷方法，你聽完之後啊，馬上就能夠知道自己是哪一種。你可以看看自己的手上時間、金錢、經驗哪一個最多？如果你有時間，也撐得住一段沒有收入的準備期，想要先弄懂再上場，那我們就選學。如果呢，你現在最需要的是收入，想要馬上進到現場，錢比時間還要重要的，我們就選做。如果啊，你已經工作了好幾年，身上有一身別的本事，不想要從零開始的，那我們就選轉。時間最多，選學；缺錢先做，有經驗就轉。這句話你把它記起來之後，你就不會在原地踏步，不知道要幹嘛了。好，現在最關鍵的來了，我把這2張圖疊在一起。上一集的6個方向啊，幫你解釋了你想要去哪裡。今天的這3種起步呢，幫你解釋你應該要怎麼進去。一疊起來啊，你馬上就會看懂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，不是每一條路都是用同一種方式進去，甚至啊，在同一種方向，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進去方式，這啊都很正常。你只需要抓到最適合你自己的那一格就好。我快速的带你掃一遍。想要走施工的呢，職訓學徒都非常的順，這個呢也是最傳統最好入門的。如果呢你想要走維修，你可以先職訓，也可以先當助理，甚至呢你也可以從施工轉過來。如果你想要走設備的，多半呢是從技術員做起，或者呢你也可以從理工的背景轉，也可以用職訓打底的方式。想要走系統的，要注意的是呢，這一條路呢你幾乎不會從水電學徒進去，你多半走的是弱電的助理，或是從 IT 呢直接轉。想要走能源的呢，通常呢你就必須要去職訓，或是從工程助理的部分切入進去。那你想要走管理呢，就基本上要從工程助理，或者呢你本身有 PM 的背景，那你也可以嘗試的轉進來。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？如果你想要走系統，結果你跑去當水電學徒，那這個方向錯了呢，你就會繞一大圈的冤枉路。如果呢你想要走管理，結果你埋頭去扛了3年的管，你可能會離你想要去的地方呢越來越遠。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話呢，你一定要記住，先選擇你想要去的方向，再回頭挑選最適合你的起步方式。這個順序呢千萬不能夠反，你一定要先找到方向之後再起步。到今天為止呢，你手上呢已經有2張地圖了，6種方向幫你判斷你想要去哪，3種起步告訴你你可以怎麼進去。光是这2張啊，你就已經比那些在原地打轉的人還要清楚太多了。但是啊，在你真的動手跳進去之前啊，我必須要跟你講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它跟你走哪一條路無關，不管你是走學、做還是轉，你都躲不掉它。那個東西就是危險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同樣只是碰到電，有些人呢只是電一下、麻一下，而有些人呢卻當場就沒有了。這個差別到底在哪裡呢？方向對，方式對，但是啊，如果連最基本的危險都沒有搞懂的話，那再漂亮的規劃都可能一瞬間就沒有了意義。所以下一集呢，我要帶你搞懂觸電到底為什麼會危險，而真正決定你會受多重的傷的，其實是4個關鍵的因素。OK， 今天這一集呢，如果讓你對怎麼進電工這一點呢，稍微有點頭緒了，麻煩幫我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這對我來說呢，真的很有幫助，而且呢，也讓我知道這種內容呢，你想要繼續看。最後呢，我想要聽你的學、做、轉這3條當中，最有可能適合你的是哪一條？留言告訴我你的選擇，我會一則一則看。我是 Engineer 蔡，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